宝真是太喜欢宋三岁给自己按摩了。宋三岁今天来到园区后，姐妹俩一个在小亭子上吃竹子，一个趴在独木桥上。宋三岁来到正趴在独木桥上的辉宝身边，宋三岁坐在辉宝身后，辉宝没有任何抵触心理。宋三岁给辉宝按摩的时候，辉宝小肚子很是 Q 弹，这柔软程度，这手感，任凭谁看到了都忍不住也想要体验一下。按摩完后背，宋三岁还给辉宝拉伸了一下小腿，这样可以缓解一些辉宝的腿部疲惫。宋三岁的手法很是专业，舒服的辉宝小尾巴都一翘一翘的。辉宝后背按摩完，还调整了一下姿势，让爷爷再给自己按摩一下前面。辉宝是懂讲究，但是瑞宝这里也不能冷落了。虽然瑞宝姓姜不姓宋，但也要同样的安排到位。宋三岁在给瑞宝按摩时，辉宝假装不在意，扭过头去不看。但是辉宝抵不住身体的诚实，很快从独木桥上爬了下去，走去宋三岁身边，一个劲儿的往爷爷怀里钻。典型的大熊猫争宠行为，在一只熊身上看到了吃醋的表现。而瑞宝不愧是做姐姐的，自然有做姐姐的样子。妹妹在享受爷爷的按摩时，没有过去打扰，而是在一旁自己玩自己的。一会儿，姜爷爷也来到了园区。这时，宋三岁意识到自己在园区玩的有点久了。不过，宋三岁走后，姜爷爷又接手了。两个爷爷对姐妹俩真是轮番疼爱。等两个爷爷都玩够了，爱宝也回来了。这时，辉宝又给姨姨们展示上了自己的土豆腿。区分姐妹俩的话，看姐妹俩的腿也可以轻松分别出来。一眼看过去就感觉腿很短的，那就是辉宝；如果一眼看上去修长的，那就是瑞宝。虽然辉宝腿短，但是腿上满是不服与傲劲。瑞宝走过来嘲笑辉宝腿短，辉宝不服气，姐妹俩又在园区展开了一场追逐。而这时刚好通道门打开了，爱宝今天没有犹豫和墨迹，看到通道门开了后直接走了回去。而瑞宝这里也趁机跟上妈妈一起回了家，辉宝则又爬上了小树。圣希阿姨在通道门里开始呼唤辉宝，辉宝听到姨母呼喊后便开始往下爬了。辉宝现在是很听话的，随着圣希阿姨的声音越来越急促，辉宝的动作也越来越快，很快便走回了家。而今天下班最晚的依旧是乐宝，乐宝这里同样的还是在自己的小亭子上没有待够，任凭姨母怎么喊，乐宝都装听不见。近姨姨们都在关注着福宝时，瑞宝这里偷偷将自己的体重追了上来，瑞宝离60斤只剩几两了。而辉宝这里在体重方面也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，体重依旧保持在瑞宝姐姐的前面。辉宝马上就要踏入70斤的大关了，现在姐妹俩这体重，爷爷们是一报一个不吱声。为此，爱宝在每天的下班收熊上可谓是帮了爷爷们不少忙，让两个爷爷在收熊上省了很多忙。而今天在收瑞宝、辉宝下班时，辉宝还帮了不少。今天宋爷爷来到园区给爱宝收拾竹子，姐妹俩此时都在树上，而辉宝这里姿势很是刁钻，自己给自己挂在了福宝姐姐的风铃上，摇摇晃晃的。宋三岁看了很难不过去，顺便测试一下辉宝的平衡力如何。辉宝看宋三岁过来了，立马用手抱住身前的树干，因为辉宝知道宋三岁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宋三岁是众多饲养员中唯一能让辉宝害怕的人。不过宋三岁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打扫园区。宋三岁跟辉宝玩耍了一会儿后，就继续去打扫园区了。辉宝见状，立马从树上下来，跑去给爷爷捣乱。要论相互折磨，还得是宋三岁和辉宝这爷孙俩，换成别人都达不到这种效果。一会儿到下班点了，爱宝先回了家，辉宝看到后也想下去。但此时瑞宝正趴在树缝，辉宝一脚踩在了姐姐的腿上，让姐姐赶紧下去。今天瑞宝下班不能只算爱宝和爷爷的功劳，因为在收瑞宝上，辉宝也出了一份力。最近宋三岁的生活很是充实，一边往上冲浪，时刻关注着自己大孙女的最新视频，一边不知疲惫地照顾在家的姐妹俩，还将福宝已经开始了回国后的新生活这一消息带去分享给了乐宝。乐宝听到这消息后，开心的手里的冰镇墨吉托都不要了，表示我乐宝的女儿还差不了。而瑞宝和辉宝这里此时正由圣希阿姨负责照看。虽然瑞宝和辉宝现在还不能像姐姐一样去室外玩耍，但在室内园区每天都有姨母和爷爷们陪其玩耍，也不会令其感到无聊。而今天的瑞宝则独自享受姨母的宠爱以及姨母带来的小零食，因为此时辉宝正在树上睡觉，瑞宝一边吃小零食，圣希阿姨一边给瑞宝记录这可爱的样子。瑞宝早就对姨母的手机感到好奇了，圣希姨母可一定要给手机牢牢拿好。当年宋三岁就因为过于自信，将自己水果手机伸入了乐宝的园区拍摄乐宝，
乐宝一巴掌上去，自后宋三岁再也没用过除3星以外的其他手机。好在圣希阿姨在瑞宝动手之前拿出了胡萝卜。今天的瑞宝很有镜头感，圣希阿姨手机放在哪，瑞宝就追去哪。圣希阿姨用胡萝卜引瑞宝去小亭子一旁玩耍，自己则为爱宝收拾小亭子，而辉宝这里则在小树上睡了整整一下午。一会儿爱宝都回来了，辉宝也没有醒，看来辉宝上午没少折腾。而瑞宝这里今天则很是幸福，姨母陪伴完，现在妈妈又来和自己玩。爱宝将瑞宝抱在怀里一顿宠溺，就在瑞宝沉浸在妈妈的爱意中时，突然发现妈妈停下了。爱宝抬头一看，是通道门开了。爱宝给瑞宝留下，转头自己走回了家。瑞宝这里看到妈妈回家了，似乎在小亭子上也坐不下去了。瑞宝扭扭捏捏在回家与不回家之间徘徊着。瑞宝最后想了想，还是回去吧，毕竟现在园区已经没人和自己玩了。瑞宝走到一半，不知道又想到了什么，又停了下来，想跟爷爷玩欲擒故纵，但是却没见到爷爷身影。最后还是选择了乖乖回家。宋三岁看瑞宝跑了进去，立马给门关上了。此时宋三岁心想，能回去一个也能省心一点。瑞宝回去后便只剩下辉宝了。宋三岁来到园区，站在树下对着辉宝拍了拍手，试图叫醒辉宝。此时辉宝半梦半醒的状态是最好拿捏的，因为辉宝此时大脑还没有完全开机，辉宝就迷迷糊糊的被爷爷带下了树。宋三岁给辉宝带下树后便离开了，想着让辉宝自己跑回家，但是辉宝的开机速度有点慢，从树上下来后又在树下蹲着睡着。宋三岁眼看这也不是办法，只好再次回到树旁，将辉宝抱到了门口。看宋三岁抱辉宝时这咬牙切齿的样子，看得出辉宝现在真的很沉，感觉下一秒宋三岁就要抱不动了。宋三岁将辉宝放到门口后又离开了。此时辉宝还是没有完全开机，依旧迷迷糊糊的，心想自己这是在哪儿，自己该干点什么。最后爱宝都等得不耐烦了，走出通道门喊辉宝回家。辉宝听到妈妈的呼喊，这才反应过来，立马跟上妈妈的步伐跑了回去。辉宝回去后，宋三岁走出门，给游客们比了一个胜利的姿势，表示今天与姐妹俩的下班之争很成功。看到爱宝乐园在7月份改变了，我才明白，原来爱宝乐园对宝家族在乐园的地位一直都没有改变过。就算福宝离开了，但爱宝乐园对宝家族的尊重和热爱一点也没少。而这周胜熙姨母和爷爷们也特意在节目中分享了这一消息。7월달 가오 생일 일어서면서 아이돌 쌍둥이 쪽, 러버 쪽 앞으로 변화된 전사장인 모습들 직접 오셔서 보시면 现在的爱宝乐园宛如一个熊猫主题的动物园，随处可见的大熊猫元素也证实着爱宝乐园对宝家的重视。而这周除了给宝家族添加新家具以外，瑞宝、辉宝这里爷爷和姨母们也都有在用心去陪伴。此时瑞宝正在享受爷爷的按摩，瑞宝躺在爷爷怀里一动不动的，任凭爷爷的抚摸，很是乖巧。一会儿将爷爷起身时，瑞宝明显有一点不知所措的样子，心想爷爷你要去哪里？不过没事儿，爷爷走了还有姨母在，有姨母在也是一样的。身后换成姨母后，瑞宝这里依旧很生气，将爷爷离开一会儿后，很快又回来了，手里还拿来了新鲜的竹子，这些是将爷爷刚跑到园区的山上采摘来的。将爷爷心想着嫩绿嫩绿的竹叶，瑞宝和辉宝一定会喜欢，但是与竹叶比起来，瑞宝好像更喜欢爷爷，抱着爷爷不放手。而对于竹子则不屑一顾。爷爷起身走时，瑞宝还牢牢抓着爷爷的大腿，直到将爷爷坐下来陪着，瑞宝这才开心起来。将爷爷除了竹子以外，还给姐妹俩带了小苹果。小苹果可比胡萝卜甜多了。吃上小苹果后，瑞宝也不再黏着爷爷，将爷爷这下也成功给自己脱身。福宝坐在房间里，看着奶爸在园区给自己放置新的竹子。徐奶爸将竹子放在福宝的小床上后，将福宝的竹子进行了简单的区分，最后把福宝刚才吃剩的旧竹子扛走。徐奶爸回去后，给福宝把通道门打开了。不过福宝此时没有急着出门玩耍，因为福宝嘴巴里还有没嚼完的小零食。福宝面对室外很是从容淡定，让姨姨们也不要着急，等自己吃完嘴里的这块小零食后，马上就去了。徐奶爸看到福宝这可爱的模样，忍不住走过来给福宝来了个摸头杀。经历过大场面的熊，气场就是不一样，有着自己的主见和想法，不会轻易被环境和事物所影响。等福宝觉得室内没什么可以留念的了，这才走出了通道门，来到了室外。福宝来到室外后，没有着急去吃奶爸放置的竹子，而是先去了小泳池里踩了一下水，使自己降了降温。昨天奶爸放的皮球还在泳池里，福宝此时也没有玩耍，
应该是天太热了，使福宝对玩耍失去了兴趣。福宝就这样在园区走来走去，最后走到了与草和和共有的墙前，查看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草和和有没有给自己留什么信件。不知道福宝读到了什么好消息。福宝扬起的嘴角看上去很开心的样子。围着园区转了一圈后，福宝来到了自己的独木桥前，抱着小树干，用自己独有的兔子跳技能爬到了树上。福宝在树上用小手去抓自己的小竹筐，检查了一下里面有没有小零食。小竹筐里没有发现小零食，但福宝在一旁的假山上发现了，上面有一块窝头和一根大竹笋。福宝拿到小零食后转身坐下，这个位置刚好是在树荫处，不会很晒。假山上的小零食吃完后，福宝又往前走了2步，又发现了一根竹笋。福宝此时感觉自己的园区到处都是竹笋，此把死的福宝回不下，都不知道怎么放好了。